什么毛病啊？枪声。小心感染。你一个月多少钱？差不多300了。美金。谢了。大概。莫大夫，你我投缘，叫卫生大哥都拿走。别紧张，保持情绪和心态的稳定，是维持心脏健康的第一原则。你是小婉放在心上的人，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吴木兰那到底在哪儿？段指，监控拍到沙小辉的车向北逃窜，路过北郊大李庄，现在极有可能已经到了无人区。但要是真进了黑沙海，没有监控，就是大海不深，直接招后的希望不大。你到底要干什么？小茶，如果我们要成为一家人，首先要坦诚相待。如果你要娶小婉，我需要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我跟顾木兰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请进。穆院长，现在可以聊了吧？先做个检查。我是为了古木兰的事情来的，治疗的事情以后再说。今天呀，咱们先谈家事，再谈公事。要想做我未来的女婿，身体健康是我唯一的要求。道德有什么瑕疵的话，你有的是时间可以去弥补啊。但是健康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是无法逆转的。要想做我穆少派的女婿，心脏不达标可不行。来，我给你检查一下，最近恢复的怎么样？怎么？怕我害你啊？我要是敢害你的话，小婉子不会放过我，我可不敢再伤害我这个女儿了。你这辈子做的亏心事多吗？上学的时候春游，路过人庄稼地偷人玉米算吗？也许我是在为自己开脱呀。别动，听我把话说完。我只要碰一下，你就没命。咱们是一家人，别让我冲动。你这是犯罪。按照你们的标准，我就是个罪犯。你真是古木兰的人？我当然不是，我是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只不过我在年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跟西北狼的人混在了一起，而且拥有了常人无法拥有的财富。可是结果呢？妻离子散，一生不得安定。我非常痛苦，你不理解啊？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只要愿意配合我们，我会保护你，我会尽我全力，给你一个公正的对待。你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小婉，你别冲动了。我考考你，西北狼的核心成员一共有几个人？7个。7个。老大古木兰，老二老会计，老三沙飞，老四裴银，老五卢泰，老七林南，老六是谁？你是老六。程能，去哪儿啊？没有了。夏队，不对。走。穆院长，呀，穆院长，古木兰，古木兰在哪儿？古木兰到底在哪儿啊？师傅，同志！穆院长，穆院长！程队，程队，怎么回事？程队！喂，夏队，怎么了？穆少白死了，程队长有嫌疑，得查。哪个程队啊？从凡，程队长。我们准备带回来。你什么意思？那就查，我不干涉。夏队，录音在我身上，他胸口应该有个钝伤，是我造成的，但那绝对不是致命伤。
现场就我一个人，我是犯罪嫌疑人。来，喂，你好，400。哎，是夏队长吧？我是江九平啊。听说你找我是吧？你在哪儿？我现在已经在兰城高速了，今天晚上就到家。哎，我有事想找您，您看今天晚上方便见一面吗？哦。王平，我派出去的大队长，清晨刚在机场落地，中午就成了嫌疑犯。我派出去的侦查员，到现在生死未卜。这是我从警36年，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刻。您说的对，西本狼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我们汉北公安局的尊严，更关系到了3省9400万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局里的工作我已经和吴副局长都安排好了。对，这个您放心。王婷，这次我到卡里沙，如果清不了这笔账，我就辞职谢罪。不，我不是冲动，这是我的承诺。黑沙海，莫开始的地方。回家喽。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南走到北。我要远远的看到，却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台局，你们是去卡里沙吗？啊，其实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其实我都知道，决定跟程帆在一起的那天，我就做好了迎接一切灾难的准备。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我只是希望能给我爸还有程帆一个公正的说法。加多少？
他们有几个人？4、5个人。走，带我们去看监控。对，这边。我告诉你，别逼我动手。知道什么就赶紧自己说出来。只要我有，我一定会给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爷爷，你先到外边去。求你了，告诉我吧。佛堂里到底有什么？枪！我们家的枪，知道吗？告诉我他在哪儿，还给我，把我们家的东西还给我。佛堂是将就兵盖的，我真的不知道。你真的找错人了，找错人了。西北狼的人都是一个德行，都喜欢把自家的东西瞒着自己的亲生骨肉。我不是他亲生的。行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也不用编小话骗我了。我说的是真的，我不是他亲生。我爸爸是古木兰，你们说的那个犯罪头子，西北狼王。郑局，太君，这儿。安太君，我就不禁止了。案子发生在你这儿，我不想越权，你也不用回避。二位领导放心，我现在足够的冷静，足够的理智。之前像这种低劣的陷害，我碰见也不止一次。我现在不怕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我现在怕我怎么跟小婉解释这个事情。毕竟他父亲死在我怀里，我怎么跟他说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嫁给我，但是在我心里边，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我拿枪拿了半辈子，我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我真不懂老天爷为什么把这么痛苦的事加在小婉身上。她是那么单纯美好的人。说案子吧，人是你杀的？不是他自杀的，
陈队，如果人是自杀的，那为什么在他的胸口会有淤青？我提的，正当防卫。等尸检报告出来，真相就会大白的。他的动机是什么？我想是因为这么多年对他妻子还有女儿的内疚吧，也是为了保护他女儿，也是为了让我停止调查。古木兰到底在哪儿？94年，古木兰受了枪伤，是我救的她。那是我第一次给她做手术。从那以后，他手下的兄弟只要做手术都来找我。我如果不做，他们就到医院去告发我。做了的话，一个人1万美金，从不赊账。从那以后，我成了古木兰的掩护。这就是卡丽莎警察找不到古木兰和他团伙在医院就医的任何线索的原因。2002年，我成了科室的主刀。那个时候，我在古木兰手上已经挣了283万美金。古木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不敢不去。他拿出500万美金邀请我入伙，你同意了？我是医生，要那么多美金干什么？当然，我承认，车、房子给了我片刻的满足，可这能救人吗？能让我更受人尊重吗？我拒绝他，那是我一生做的最勇敢、最正确的决定。但是他没有放过你，还有我的家人。03年，我的助理魏勇发现我跟古木兰有来往，2个星期以后，他被撞死，黑衣团干的。魏勇不光是我的助理，还是我太太的亲弟，小婉的舅舅。我太太要去警察这儿告发，我哀求她，我说就算为了孩子，不能告发我。结果他离开了。小婉一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一直认为是我把他妈妈逼走了，至今不能原谅。你为顾木兰治枪伤，那是违法的，这也成为你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是吧？顾木兰就抓着这一点，继续控制你。他走了以后，周记又来了，我只能忍。校长，我救过上千条人命，我是个称职的大夫。你说我做的这一切，都不能弥补我年轻时犯的错。你跟江九平是怎么认识的？开始的时候，他来找我看病，就是普通的医患关系，后来成了合伙人。你在调查他？他是西北狼的人吗？他不应该是西北狼。如果他是的话，不会被周记欺负成这样。杨总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牧师医院，我非常感激他。穆小安一直在跟我说，他的爸爸是个顶好的医生。真的吗？我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和足够的父爱，也没赢得他的尊重。我很后悔，也很愧疚。我现在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包括伤人。你在这干什么？我要是不这么做，小婉她会死的。我答应了阿库，拉着你一块儿死。否则的话，
他会下令让黑衣团去追杀小婉和小野。你说什么？现在只有我和阿苦知道顾木兰的下落，所以我必须得死。顾木兰到底在哪儿？我要说的话，小婉的命有我们在呢，我会保护小婉的。你怕什么？我已经见识过黑衣团，不能再见第二次了。黑衣团有多疯狂，你心里比我更清楚。你能保护小婉一世，你能保护她一世吗？我求你了，别拿小婉的命去追杀顾木兰呀！小川，我求你了。你怎么了？穆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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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我一生受着一股一时从前，我是把它毁了我的皮肤上，我做了一辈子的秘密，今天都够了。穆院长，穆院长，你吃什么了？啊！你快告诉我，我怎么救你啊？喂，120吗？这是南山路4号，这有人服毒。小婉，你要在这。他身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我想他一定是之前吃了足够致命的药物。我踢的那个脚不是致命伤，顶多造成他骨折。郑队，你是在现场唯一的当事人，所以你必须提供除了这个录音之外别的证据，来证明那些可以致命的药物跟你无关。你们继续调查吧，我等结果。穆少白最后跟你说的话是求你不要查下去了。你要放弃？我凭什么放弃？有人在侮辱我的职业，在威胁我的家人，我就是脱了这身衣服，我也跟他干到底。程凡，没事没事。江朵人呢？他去外地了，在来的路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晚上会到。我想跟他聊聊。那能帮我转告他，他的合伙人死了，我是犯罪嫌疑人。我想跟他谈谈。你是我带出来的，如果你是清白的，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还你一个公道。小菊，要不今天先到这儿。穆医生来了，你见吗？段志，江九平台机了，刚给我打电话报的平安，信号显示是在南山高速，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对民宿的所有负责人都实施了最高级别的监控，只要案件1天不结束，他们所有人就休想离开卡里沙半步。辛苦小队。小李，怎么样？下队调试完毕，已经追踪上了。好，去忙吧。下队，段职，有情况。什么情况？下队，下午1点23分，天山路跟昆仑路交叉口，发现目标人物的线索，车牌号为何 C FA 365，他手里可能挟持一个女孩，目前人向北去了，监控还在进一步锁定他的去向。
谢啊，小文。不是你，对吧？喂，哪位？爸，是我。文丽，你现在在哪？他跟我在一块儿。你是谁？我是老姜。枪贩子沙飞早就死了，你是他儿子吧？说吧，要多少钱？你开个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包括民宿。行，钱和民宿我都可以给你，你给我个地址。是没有警察吗？我是报过警，但是我不知道文丽是你绑架的。我保证啊，只要你让我女儿文丽安全回家，我可以在警察面前替你圆过去，不会让他们追查到你。那就麻烦告诉警察叔叔，我用飞信定位我在的这个地方方圆1公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要是谁敢靠近，我立马撕票。你不要冲动啊！我都答应你。小兄弟啊，我这民宿呢，是一不动也搬不走的，是吧？就是我现在交给你，你也无法经营啊。老东西，我要这东西，你得弄清楚。那我也给警察叔叔打个电话，不让他们去找找，在你那尊佛像底下到底藏了多少把枪。我呢是有一把万清的古董枪。如果你想要，我现在就可以送给你。我的佛堂呢，只供着一尊大佛，没有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大佛你想要，我也可以送给你。你别伤害他！我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呀。现在我给你一个位置，到了地方以后，往北走1公里，带着200万现金，一个人来。有突击条件吗？沙小飞所在的位置呢，四周比较空旷，方圆2公里都是荒漠。一旦有人进入呢，他就会察觉。他打一个电话就换一张卡，定位的意义也不大。而且，他很可能会意识到我们会监听，极有可能会提前逃窜，并且他有失去理智的倾向。如果冒进的话，不排除撕票的可能。太君，段志，刚刚江景平给我打电话了，说1个小时以后到，找我有事儿。你准备一下。好。
儿子连自个儿亲妈都不要了。所以啊，我回来了。我舅舅呢？阿库把东西给他，让我换我舅舅回来。别心急，娜娜。四叔，外边风大，进去聊吧。物是人非，该死的都他娘的死了。楚警官，这是你妈妈的位置。孩子，敢做吗？很难吗？今天跟大家说几件事儿。这头一件就是我们终于把林小姐给请来了。请。下面一件事儿，我记得我早就说过，我们必须团结，都是家里人。就不能自己人欺负自己人。我听说前天晚上竟然有人对林小姐动手动脚，谁呀？老板，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埋了。老板饶命啊！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啊！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大哥。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和二哥通报一下？老二、老六不在，有别的安排。虽然人不在，但脸面还在。坏了规矩一样出阵儿，这事儿就翻篇了。今天林小姐到了，这里的7个位置总算凑齐了，所以我有个提议。谁有本事，谁当老板，
所以我宣布下个月金羊大会，也就是我太太35岁生日，谁拿到小金羊，谁就是新郎吧。不合适吧，古大哥？聂小姐，你不来也该如此。既然是狼的世界，就有狼的规矩，弱肉强食才能保持活力。我们西北狼也一样，只要小狼成年，就有挑战狼王的资格，挑战成功就是新狼吧。我们西北狼也不例外，讲武力，讲规矩，也讲公平。李小姐，你可能不知道，在咱们这个集团呐，狼王有绝对的权威。哎，三哥，咱西北狼崇尚什么来着？忠诚，不忠的话就会死。行了，就这么定了。各位兄弟自行选择狼崽，下个月金羊大会开战。来，欢迎你。没想到，一轮生离死别，到了今天，我居然和几位小朋友在这儿重见西北狼，可喜可贺，干杯！既然是一家人了，我觉得有些心结咱们得解开。楚警官，你母亲是我害的，不是因为她是警察，是因为她发现身份暴露了，要杀人灭口，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后悔当时就不应该反抗，让他杀了我，就让自己死在他手里，让他带着他想要的东西回到他的组织里去，说不定啊，还能立个功，受个奖，也不至于今天这么狠。孩子，请你相信，爱你母亲的不光是你。你如果真的对林阿姨心存愧疚，就该让他们母子团聚，吊着别人算什么本事？还让我把话说完，孩子。如果你想见你的母亲，我随时可以让你见她。如果你现在想杀我，我绝不反抗，我罪有应得。但是你要考虑清楚，你现在是警察，如果杀了我，叫以公谋私。就算你不是警察，我死了，那半张图纸你也拿不到。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妈？事情总有一个轻重缓急，当务之急是，我们爷俩团结一致，先把这个外人的问题解决了，咱们再处理家事，对吧？酷啊！我这人做事喜欢干净利落，你把那半张图纸交给我，我放大家活着出去，否则的话，将来这儿可能会多一堆白骨。是吗？是。哎，
哎，干什么？哎哎！把枪放下！放下！怎么聊？你要的东西我们给你，但请你放了我舅舅。娜娜，你舅舅已经平安回家了。什么？给爸。我去兰川见了一个人，他叫裴银，他是当年的沃尔夫公司的老板。沃尔夫是英文假名，其实他底子就是当年的西北狼犯罪团伙。上个月啊，他用假名跟我联络的，说要投资我的民宿，在兰川呢开连锁。我是被骗到兰川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老板就是他。说我们家民宿呢风水好，非要买下我这块地。你们看看，这就是他的强买合同，出价400万，要买我整个民宿，这就是豪夺呀！我没同意，他们就要动手，我才在兰川报的警。可是我没想到回来以后啊，那个小枪贩子绑架了我闺女，打电话找我要钱。他电话呢？一直在换，我联系不上他。除了钱，还有别的事儿吗？还看上我们家佛堂了，裴银也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迷信呢，还是因为谣言呢？他们俩都盯上我们家佛堂。你跟裴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当年裴银化名刘子洲，他主动找上门来的，要我投资。说兴建一个制药公司，当时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所以我就没参加。当然后来知道了，其实就是西北狼的制毒工厂。事后啊，我立马向卡里沙市局举报了他，警方行动很快，就捣毁了工厂，但是没有抓到裴银。我记得当时夏队长好像是刚刚大学毕业，参加的第一个大案子。这件事情呢，代价很大。06年8月，我妹妹90就出事了，肯定是裴银把她给害死的。这事我和程盘警官聊过，但是我不敢招惹裴银，所以我就没说实话。您怎么就确定是裴银下的手啊？90出事那会儿呢，我正在广州谈合作，我就没顾得上他。事发前10天吧，裴银给我发了个短信，他问我，你愿不愿意给我磕头赔罪啊？我没理他。紧接着我妹妹就出事了，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她在哪出的事儿？现在尸体到底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寻人启事到现在还挂在网上。那不是裴银还能是谁？我妹妹出事那会儿呢，娜娜跟他在一起。等我回来的时候啊，娜娜已经被送回来了，脚受了伤，一个人躺在医院里。我问娜娜：“孩子，你干嘛去了？”她说：“我找爸爸过生日去了。”我也不知道谁把我送回来了。我醒过来，我就在医院了。医院给的诊断呢是狗咬伤，但我看着不像。那明明是锐器贯穿伤嘛。裴仁就是个人渣啊，他对孩子都下得了手啊。孩子的爸爸是谁啊？他可能是西北狼王木兰。这个妹夫啊，我只见过一次，应该是他。各位领导，我这是不是构成隐瞒了？如果是啊，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们家人呢，一直受到威胁，
为了家人的安全，我不后悔这么做。既然你妹妹是古木兰的太太，那裴银还怎么敢对她下手呢？裴银和古木兰之间矛盾很深。我前面不是说过，他邀请我去投资兴建这个制药公司吗？他就是为了自立门户。啊，当时我不知道裴银是西北狼的人啊。他见我那会儿呢，他还试探我对西北狼的态度。当时我们卡里沙人只要提到西北狼集团，那恨得牙痒痒，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就当着裴银的面痛骂了西北狼集团。后来他确定我不是古木兰的人，才开口跟我谈的合作。您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妹夫是古木兰的？我见他的那一次是00年的秋天，当时我妹妹九龄已经怀孕6个月了。当时呢，她自称姓顾，说是做水果生意的，做得很大。但我看这个人呢，不讲究，像这种人呢，在人群里我都不多看一眼。但是他一开口呢，我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九龄对他很满意，再说已经怀孕了，我就没制止。当天中午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当天晚上他就带着我妹妹九龄出国了。是01年，我妹妹自己回来啊，带着孩子，就是古丽娜。她回来之后啊，我才知道她是姓古，啊，不姓顾。我就问我妹妹，我说孩子爸爸去哪儿了？九龄说他爸爸在莫斯科出车祸死了。之后啊，九龄就经常住在家里。其实他们娘俩一直是我在照顾他。06年，我妹妹出事了，这个人也没有出现。是2015年，那西北狼团伙的案子不是上电视新闻了吗？我从电视上看的古木兰的画像啊，我觉得好像是我妹夫。各位领导，我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妹妹生前是否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毕竟人已经去世了，这人死罪消。再说，他们俩的婚事在我们家族啊也是个丑闻，所以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这事儿。唯一庆幸的是，他们的孩子古丽娜是打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长大的，没受到那对不争气的父母的影响和连累。那06年江九龄出事的时候，您为什么不报警？不敢，我怕招惹裴银进一步报复我们家。今天要不是他找上门来，这事儿我永远烂在肚子里。阿姑，你到底躲哪里去了？你知道娜娜在哪吗？所以你现在代表的不是江家，而是你爸爸。你可以打电话确认，但是如果江总知道你在这儿，他会不顾一切的来救。怎么选择，你自己决定。我如果不代表我爸，我就不会坐在这儿。裴四叔，你找我舅舅到底干什么？你舅舅，你知道你姐夫怎么死的吗？你害死的。你的好舅舅，他费了半天的劲儿找到老强的仓库，可仓库里的东西都让你舅舅给掏空了。你们家的大佛，那是老强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熔铸成的。你胡说！我胡说。老四啊，你就别费心思了，那些东西早就不存在了。连城诀结尾，天宁寺的大佛像是由黄金熔铸而成的，你还记得吗？你要的那些古董老枪早就进了熔炉新生了。如果你真心想要，我可以把那些老枪熔铸的大佛像啊送给你。我就希望你能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啊！告诉我，你爸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他很好。他很好的话，他可以直接去挖沙漠虎的遗产，你们就没必要这么瞎折腾了。我猜，要么他就是死了，要么就是这儿出了问题，对吧？四叔，你确定要在警察面前聊古老板的事儿吗？好，那就谈正事儿。阿库，你告诉我，你那半夜图纸在哪儿？你们俩手上各有半份密文，能破译的只有我。有些事儿是不是得先问问我的意见呀？你手里那一份，第一行说的是沙漠虎遗产的总数，第二行说的是银元和金条的数量，第5行说的是遗产所在区县天山县。他手里那半页，第3行说的是埋藏地点的机关，第5行说的是避免机关伤害的要点，第7行说的是……想听吗2页图纸你都认识？你猜？好小子，过目不忘，比你妈的本事还大。是不是带你这个脑袋回去，你就能复命了？有了这些东西，谁还想做警察呀？周记生前是干什么的呀？周记，他也是西北狼的人呢。您觉得呢？我觉得周记来我们家是有目的的。我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忙活什么。对了，他有个手下叫阿库的，这个人你们一定要找到他。他身上肯定有事儿。您一个这么大的老板，还能被您女婿拿住啊？张队长，这跟我是什么人没关系。这经商啊和经营家庭是两码子事情。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们家的事儿吧，是我讲道理，但周记他不讲，我们俩是没法沟通的。再说了，我是心向佛祖啊，与人为善，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呢硝烟四起的。那你为什么还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呀？那为什么后来不离婚呢？文丽呀，跟他的关系很好，感情嘛是2个人的事情。我这个人呢，从不强人所难，要不然，当年我妹妹九莲就不会和顾木兰在一起了。江总啊，近墨者黑，您就不怕江小姐受影响吗？是我的犹豫和怯懦害了她。事已至此啊，我们江家人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所以我求求各位领导，先把我女儿找回来，再彻查这件事情，该打该罚我都认。哦，还有娜娜，这孩子我也好长时间没联系上。现在孩子吧玩心大，啊，3天不联系呢，我都能忍。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呀，我怕他出事了。江总啊，你先别着急，我先去查一下。好嘞，查一下。江总，你也别太担心了。那个，您跟穆少白是什么关系啊？穆院长啊，朋友，也是合伙人。哦，那依您对他的了解呢，您觉得他会有什么仇人吗？怎么说呢？他心里头能藏事儿。这个人呢，他有事儿，他从来不跟别人说。他怎么了？死了。非自然死亡。被人杀害的？现在还没法定论，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个嫌疑人，您也认识。是谁呀？程凡。
程警官是老穆的准女婿，为什么呀？现在还在调查，我们也希望尽快呢给死者一个交代。张总，我们能到你的佛堂去参观一下吗？好。要我解开密文，瓜分沙漠虎的遗产可以，2个条件。想坐地起价。1，你马上把我妈送到我指定的地方。2，找到遗产，我拿2成，剩下的你们分。第2条同意，但是只能分你1成，第1条不可以。如果警察把你妈妈带走了，我以后就见不到她了。我要和她视频。现在？马上。她手机不在身上。再说，她睡眠不好，你不会希望现在有人去敲她的门吧？打给她。我做不到。怎么了，小飞？打电话，报警。啊？老乡死之前给我留了个 U 盘，说是帮我脱罪用的。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记住。见到警察以后跟他们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强奸了你。不是，我自愿的。输了，差点就输了。警察很快会查到那存佛像，再查到那柄枪。不要，什么都不要。连我也不要了。也听我说，我现在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屋里边的这个女人，她是顾木兰的女儿，我要用她去换顾木兰手里边沙漠虎的遗产，我一定要拿到。你跟着我，只能成为累赘，他们会对你下手，用你来威胁我。拍我，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我回来。你放弃！我不要坐牢，不要离开你。听我说，听我说每一个字，记住了。跟警察见到以后，告诉他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强奸了你，你才跟我在一起。这些年。你只知道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不知道我爸是谁，你不知道我爸是谁，懂吗？我爸死了以后，你被我胁迫着一起逃走，你没碰过枪。听好了，这是重点，你从来没有碰过枪，我们家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参与过。告诉你，傻小飞，你别想甩了我！要死是吧？大不了一起死啊！他们说的就是这儿。罪过呀，罪过呀！
段支队长啊，他们是传说还是造谣？非说我这底下藏着财宝，我在这待这么长时间都没听说过。但是为了我江家的清白，你们就检测吧。江总啊，谢谢您的理解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段支队长，你看，就是他。对，哎，这儿就交给你了，小静。哎，段支，跟我走一趟。好嘞。好，那就辛苦你们了，欢迎。走。既然大家都是西北狼的人，那咱们今天就要按照西北狼的规矩办。当然。在座的都是西北狼的后代亲人，我们按照老谷当年定下的规矩，重新选出集团的领导。四叔，你就直说，到底要干什么？你不会要我们用打架这种无聊的方式决出狼王的人选吧？我不同意。这是规矩，不是你说改就改的。古老板的闺女在这儿，她怎么就不能继承狼王的位置？哎，把一女孩推到前面，你害不害臊？既然古家的人来了，我就不能剥夺你的权利。孩子，四叔不欺负你，你只要敢走进这铁笼，然后站着出来，我给你磕头作揖。我打，代表你妈？当然。好。老板，好，那就打。人跑了。姜文丽在我手里。老板。
谢谢您的配合。作孽。邵警官，我女儿呢？我们还在追。现在谁是狼王？我要说你不是，能答应吗？傻娃，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去，来吧，比赛结束了。我宣布，咱们集团新的领导，新一代的狼王是老七的儿子楚一涵。请。坐。没事，我听您招呼。现在把你们手里的密文拿出来共享，马上。密文不是已经在你脑子里了吗？所以你们的东西已经不再是秘密，这些东西让你们互相猜忌、厮杀。现在有了我，它已经不重要了。你是想当场破译？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沙小飞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知情不报罪更重，别以为是孕妇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责任。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别错过每一次减刑的机会，懂吗？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但是他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据我所知，你们俩感情不错。他为什么把你扔下来了？他好像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啊，江总。哎。坐，海哥。郑警官，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没误会，人是我杀的。这为什么呀？因为他是西北狼的人，我找到他头上，失手把他给杀了。我现在呢，是犯罪嫌疑人。果然呢。他是跟古木兰有关系，你咋知道？郑警官，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自己的亲妹妹呢，嫁给古木兰了。我最亲密的合伙人呢，也是西北狼的人。我和裴银呢也有交集，所以说我身边呢到处都是西北狼的痕迹。只有我自己是独善其身，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所以，我呢应该和西北狼集团呢有渊源啊，甚至啊，我可能应该就是西北狼的犯罪分子。穆少白死之前，他可是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什么故事啊？你和西北狼之间的故事。我和西北狼呢，只有亲情，没有故事。这个亲情呢，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程警官，没事吧？没事。程警官，咱也是老朋友了，我呢就坦白跟你说吧。其实啊，我早就怀疑穆院长和顾木兰有关系。我不是投资穆氏医院吗？那天晚上呢，我和穆院长喝了2杯，他没亮。这2杯酒下肚啊，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印象深刻的话，是这个说你不投资啊，我就找古老板。我说哪个古老板呢？哎，他突然神神秘秘的不说了。我是个生意人，愿意和投资方面的人呢交朋友，所以我第2天呢，就特意问了他一句，我说穆院长啊，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个古老板到底是谁啊？他不认了，他还跟我说啊，别跟别人提这事儿。卡里莎的经商的人姓古的，我基本上了解，那唯一忌讳的也就那位了。所以这事儿吧，问的越少呢，麻烦就越少。后来我就没关心这事儿。你在穆氏医院投了那么多钱，你连合作伙伴的底细都没打听清楚。这事儿呢，你问小婉医生啊，他知道。10几年前咱卡里山的医疗水平啊太低了。你要想做一个心脏手术啊，你得坐火车到省城里去做。所以当时啊，好多病人呢，还没下火车，这命就没了。那会儿你要是投资建一个新医院，这是惠及整个城市人民的大事儿啊，哪怕我血本无归，我也愿意做这件事。再说了，我自身也是医疗的受益者啊。至于说他跟古木兰呢，其他人什么关系的，我不感兴趣，不关心。周记跟你是怎么回事？周记，这事儿呢，我也跟太局长聊过了。要不今天我在这儿再跟您说一遍。爸，这是什么东西？不要打开，放回去。台局，是吧？捣乱了吗？没事。江九平有问题吗？没问题。回答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越是没问题，我怎么觉得越是有问题呢？如果他是西北狼的成员，按照他的年龄，不应该让周记骑在他头上。对呀，西北狼里组织严密，
如果有人想脱离组织，成为不忠诚的人，那是不是群狼就会群起而攻之？如果这个人是顾太太的亲哥哥，结果会不一样。对，哎，师伯，你还记得当年西北狼的二把手豺狼的身份，咱们始终没弄清楚。当时根据线索，暂定是古木兰的第一任太太，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一定了。江九平这个人，我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砸在他脸上了，他肯定会有后续的反应，咱们只要盯住了他，就能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豺狼。